在军事迷的口中，有这样一句话始终流行：顺境看林彪，逆境看粟裕，绝境看彭老总。大家普遍认为，林彪、粟裕、彭德怀这3个人在作战风格上有着很明显的差别。林彪能够把握局势，稳扎稳打；粟裕则能在逆境之中找准机会，反败为胜。而彭老总则是一个在绝境之中闯出升天的将领。当然，军事是复杂的，3个人行军打仗的水准不能用几句话就做定论。不过，他们都有着强烈的个人作战风格，这倒是事实。当年，人们总结林彪的作战风格用了3个字：稳、准、狠。聂荣臻元帅则概括林彪作战有着一种过人的敏感度。在几个方面，林彪是比较突出的。首先，林彪非常重视对于战术的研究，不打无准备之仗，面临新的情况，林彪总是第一时间去了解和研究。比如说，当年在打马家军的时候，林彪就是先找到一些在西北有过生活、作战经验的基层战士，和他们详细了解了马家军作战的形势，以及骑兵作战的优势和劣势。靠林彪这么一研究，战士们果然很快就找到了打马家军的办法。其次，就是林彪非常重视战术方面的教育，我军之中的很多基础战术就是由林彪创造的。比如人们非常熟悉的3-3制、1点2面，林彪拿出来的战术都是非常通俗易懂的，所以能够在军队里大规模的流行开，即便是当年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的战士也能够完全领会。所以当年林彪带领的东北野战军作战素质非常之高。另外，林彪注重战术总结。当年林彪每逢打完仗，不管是胜仗败仗，不管是大规模还是小规模，都要求全军战士进行总结。林彪这样带兵突出的一个优势就是稳定高效。东北野战军在解放战争中立下赫赫功劳，和林彪打造出来的基础是分不开的。可以说，林彪绝不仅仅是一个战场上的指挥官，他更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军事家，他为整个解放军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而且林彪并不是一味地追求稳定，事实上在该果断的时候，林彪也一向果断。林彪当年谈部队建设的时候，专门谈到了战斗作风的问题。他说，战斗积极性很高，很勇敢，很顽强，动作迅速，能吃苦，严格执行命令，积极的机断专行，自动的协同动作，必须使我们部队具备这样一种政治素质与军事素质。战斗的积极性表现于总想打仗，有命令打，只要对全局有益无害，无命令也打，只要有机会就打，打没有命令的胜仗。由于时间久远，所以很多人对于林彪的形象是存在一定认知偏差的，认为他作战的时候过分的求稳，表现得犹犹豫豫。但试想一下，如果林彪真是这样的性格，东北野战军又怎么可能如此狂风扫落叶般的解放大半个中国呢？林彪对于战争的认识其实是非常全面的，大部分时候他都在追求全面大局的胜利。当然，胜利的天平不是每一次都会倾斜，所以有时候林彪可能也会因为自己追求必胜的心态而出现一些决策上的失误。林彪自己也说，自己打仗是慎重的，一般有了70%把握才打，有时候要等到有8-9成的把握才打。这是因为他手下掌握的是主力，打的是硬仗，决定的是全军的命运，所以不得不慎重。有时因为顾虑太多，也会延误战机，不过也无伤大雅。无可否认，林彪是新中国历史上无可取代的军事天才，而粟裕和林彪的作战风格表面看来几乎是截然不同。林彪本人对粟裕的作战也曾有过一番精彩的评价。南昌起义之后，从南征路上开始，及至井冈山时期，就属我们2个打得好。后来由于经历不同而形成了不同风格。粟裕同志呢，长期远离中央，长期孤军作战，一般情况都是在敌人包围的态势下打的仗，不冒险就无法生存，养成了他敢于冒险的特点。粟裕的指挥风格一向是变幻莫测，奇招频出，而且很有胆量。有时候看起来完全没有胜算的战役，粟裕也敢打。淮海战役就是例子。淮海战役的时候，我军人数上不如国民党军队，武器装备上更是落后，任何方面都不占据优势。而偏偏由于战场上的种种变化，淮海战役的规模一再扩大，形成了大决战的阵势。在这种情况下，此战一旦失败，就有可能成为千古罪人。但是粟裕却很快下定了决心，认为这一仗该打，而且能赢。事实也证明，粟裕真的有能力战胜敌人，而他战胜敌人的秘诀在于他高度灵活的用兵风格。粟裕面对大规模的敌人，
往往会利用敌人的轻敌心理，或是诱敌深入，或是逐个击破，充分发挥我军机巧应变的优势，专打敌人的痛处。此外，粟裕对于战机的把握也是远远超乎常人的。身为一名将领，能够抓住先机是必备的素质。当年淮海战役即将开战的时候，粟裕就特意向中央提出，应该将决战的日期提前2天。粟裕这样做，是因为已经准确地获悉了前方国民党的情报。敌人虽然来势汹汹，但是没有做好准备，所以我们要尽快对他们展开攻击，让他们措手不及。这也是粟裕在过去一次次逆境之中得出的经验。在己方不占优势的情况下，就要依靠对战局的判断力来掌控时机，争取战场上的主动权，只有这样才能反败为胜。粟裕更是一个打歼灭战的高手，对待敌人要像秋风扫落叶一般无情，这是粟裕的原则。在这个理念上，粟裕和毛主席是一致的，那就是伤敌无止不如断其一指，只有打歼灭战才能够最大限度地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让他们无力反扑。和林彪一样，粟裕对于战术有着自己独到的研究。在淮海战役中，粟裕曾经这样表达自己的战略安排：在作战指导中要注意处理好第一仗与第二仗、第三仗的关系，打第一仗要为第二仗、第三仗创造条件。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来，粟裕和林彪这2位将军虽然风格有极大差别，但也有几分相似。比如说，在对于大局的把握上，他们都是非常慎重的。战争中的每一个环节都牢牢地掌控在他们自己的手中。虽然人们都说粟裕打仗变幻莫测，但事实上每一次变化都是粟裕经过反复的计算和规划的出来的。战场上绝对没有无缘无故的胜利，神仙仗的背后是粟裕日以继夜的战术研究。也正是因为对战场的出色把握，所以遇到逆境的时候，粟裕往往能够绝地翻盘，给人惊喜。而如果到了绝境之中，彭德怀绝对是人们最相信的将领。历史一次又一次地证明，彭德怀有着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大气魄。一个人的作战风格往往与他的性格有关。过去人们常常形容林彪是一只矫健的雄鹰，而彭德怀是下山的猛虎。彭德怀的作战风格也如同下山猛虎一样强硬、果决、老练。彭德怀一向是当断则断，而且他能站出来承担别人无法承担的责任。抗美援朝时期，彭老总就挺身而出。当时由于美国的实力太过强悍，所以一大部分人是并不支持打仗的。但彭德怀在前期就提出，这个仗必须打，哪怕困难重重，硬着头皮也要上，即便是战事不利，也不过是当作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这样的决心在当年是难得的。彭德怀能提出这样的意见，也能侧面看出他的作战风格。他绝不是一味前进的莽夫，他在做战斗决定的时候是能够考虑到国际局势以及己方优劣的。在反复权衡利弊之下，彭老总才能够提出这一仗该打或是不该打。彭老总勇猛，但是绝不冲动，他在谋略上是格外突出的。抗美援朝时期，彭老总采取的是攻守结合的方法，做好了准备，要打一场长期的战争。而且在前2次战争已经取得胜利的状态下，彭老总安抚住了激动的将士们，没有急于打第3仗，因为他很清楚地意识到，美军还没到彻底崩溃的时候，急于冒进反而会把反扑的机会送给美军。除此之外，彭德怀注意对于战场的分析。彭老总的警卫员回忆，在打仗的时候，彭老总身边总是军事笔记不离身，一场会议的要点，彭老总都会反复地分析咀嚼，直到找出有用的计策为止。他也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遇到难处永远都是大家一起商量。彭老总这个人性子直，但是在军事专业方面的问题，如果有人提出不同的意见，他绝不会发火，而是理性的分析，这正是大将的气度。概括彭老总的作战风格，应当用胆大心细这4个字。他敢于出击，也懂得保存实力。对于中国古往今来的兵法，彭德怀研究得非常透彻。对于敌人的心理，他更是有着准确把握。当年和胡宗南对战的时候，彭老总就对战士们指出来，胡宗南这个人自视甚高，眼高手低，又急于立功，所以打胡宗南就要利用他的这种心态。也是通过心态，彭德怀判断出，如果胡宗南打宜川，他肯定会走公路。因为胡宗南自以为援兵即将到来，自己手下更是兵强马壮，所以他急于消灭共产党的主力部队，因此在公路上设埋伏，一定能够把胡宗南打得措手不及。
最开始大家还半信半疑，毕竟公路上没有足够的掩护，危险性很高。胡宗南作为一个训练有素的将领，会犯这种低级错误吗？但令人意外的是，胡宗南竟然真的完全如彭老总预料的一样，带着大部队浩浩荡荡地从公路上走来，一头撞进了我军设好的包围圈里。像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许多人因为彭老总的外在性格，就会武断地认为他只能和敌人硬拼硬打，这样的认知是完全错误的。彭老总作为一个长期指挥大军团作战的将领，他本人必然是充满智慧的。他打的很多胜仗，其实都是善用谋略的结果，而绝非硬碰硬、完人海战术那一套。虽然每个将领都会使用谋略，但彭老总在这方面绝对是最炉火纯青的。美军就曾经尝到过教训。当年抗美援朝战场上，美军自认为聪明，想要对志愿军也来一招诱敌深入。为此，他们不惜放弃了已经占领的城池，拼命后撤，想要营造出一种溃不成军的效果。说实话，他们这招对一部分战士是有用的，因为此前几次战争的胜利让战士们出现了轻敌的心态，希望能够快速的取胜。可是美国人的这一套骗别人有用，却骗不过彭老总的眼睛。为了粉碎美军的阴谋，彭老总很快下令结束第3次战役，严阵以待，防敌反扑。一部分人不理解彭老总的做法，但很快事实就证明，彭老总又一次看破了美军的计谋。因为彭老总有着出色的军事指挥经验以及清醒理智的头脑，所以在绝境之中，彭老总也能够发挥出军队最大的威力在，即便再强的敌人在彭老总面前也会成为败军之将。林彪、粟裕和彭德怀这3位将领都是新中国历史上不可忽略的人物。在艰苦的战争岁月里，不管少了他们3个之中的任何一位，中国的解放都不会如此的顺利。直到现在，他们所创造出来的军事理论依然在解放军之中流行。中国成就了他们，而他们也创造了新中国的历史。这3个顶尖军事天才的存在，也正是新中国的骄傲。